2025年工作好不好找？适合投个资、玩股类，适合创业吗？这期内容我们来窥探一下明年整体的经济趋势以及行业的走向。根据星象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先是利好的消息，明年25年乃至后年呢，都是扩大内需的年份，内需会重过于外需。我们会看到中央很可能会力保这一块啊，因为吉星木星进入到巨蟹，巨蟹象征着家、国、中央、地方政权等等一些对内的一些政策，包括百姓日常的消费，以及对内的投某资，以及各地的政界买需求等等，这三大内需板块都会是重点。也就是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它代表着这是一个比较适合投个资理财创业的一个时间。那客观来讲呢，我们民族百姓过去几十年最熟悉的投个资方式呢，就是房地产，以及房地产牵涉到的几十个上下游的产业。那明后年呢，在这些方面都会有一个维稳和恢复。那要注意的是这不代表房地产长期是看好的，因为冥王星25年起已经不会再重回摩羯座了，这就是正式宣告着以土地、以地产为经济核心的地租经济时代彻底宣告结束了。虽然短期明后年地产以及地产有关的上下游的产业呢会有维稳的一个趋势，但它这个恢复和维稳只是为了拉动经济的一种稳定和缓慢的一个增长，它一定不会再是中央和市场长期的一个主导盈利项目了。所以呢，如果奔着长期投个资来看的话，这不会是优先的选项。未来呢，它会是以人、以空间为主导的一个经济走向，比如说人的需求是什么，什么是人可以做机器做不了的等等。不过呢，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住房、用车、孩子上学以及创业营生方面呢，应该明后年会有比较多利于普通家庭衣食住行以及读书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机会过去可能一些比较严苛的条例是有望放宽的，比如说物价可能会变便宜，或者是你能够花更少的一些费用就能够让孩子在这里读书家也可能是你买个房子，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学校等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以及如果你的家里面的人他是一些特殊身份、特殊职业的，比如说军人，或者是你是无子女的家庭等等，这种可能会有一些政策出来，让这样的家庭你可以去申请一些福利，包括会有一些促进结婚生子的政策福利会进一步的放出来。那投个资方面，除了房地产链路较牵动整体经济和普通老百姓的心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可以重点留意的就是股类等金融理财，包括货币这一块。因为吉星木星呢，明年上半年是在双子座，后年会走到狮子座。双子呢跟货币流通与交易有关，狮子呢跟投机类的风险投某资是有关的。也就是说，股类明后年以及再往后都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入场以及获利。虽然个股呢是要具体看每一个人的一个自己的行力以及分析该股的趋势的，但整体股类的大方向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中央和地方很可能会推一些新的这种财政和货币的政策，比如说新的货币、新的交易方式以及货币的变化，来进一步刺激投个资的市场，以及来抵御土星到白羊带来的海外国际方面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二呢，重内需也就代表着明后年社会就业的情况会得到改善。那这个改善呢，跟过往其实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星象不同。这次的就业改善会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自主创业的环境会变好，因为有很多人会被逼着去创业，那么从线上到线下可能会发现各类的一些条件政策会放宽松，或者会变得更加的简便便利。二呢，是中央和地方可能会加大提供就业的岗位，但这个岗位类型呢，应该是跟以前是有不同的。能够接受就业类别变化的人，不妨明年去抓一抓政界发布的一些比较短缺的岗位，这些岗位肯定是以人文为主导的。另外呢，请大家注意这个就业情况的改善也会有地域方面比较大的区别。明年大家不妨把目光从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城市放回到更普通的一些城市，或者说把目光放在区块上面。由于冥王星进入到水瓶，土星进入到白羊的星象影响了超级城市的一个概念会越来越被弱化，更可能是更公平均分的一些资源的倾斜或者是抱团。这代表呢，大家要更重点去留意几个区域或者是几个地方之间的合作联动，甚至是一些交通的打通身份户口等等方面的一些打通这往往就标志着一些新的就业、新的创业、新的安家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如果你在北上广深发展的一般，或者说那些项目比较不能够展开，那么明后年不妨可以考虑回到地方，比如说创业很可能会拿到资源的一个概率会变大，落户或者说孩子上学的一些政策可能变好，政府的一些扶持力度较大，或者呢，你可以去一些区域间合作扶持较密切的地方去看一看，也许会有更好的一些机会。明年起呢，各地方很可能会卯足劲争奇斗艳，比如说有的会狂发一些消费券或者说吸引别人去来投某资会疯狂的去宣传某些地方的一些项目中央下放到各地的一些权限也会进一步扩大，就是很可能只要你能够拉动经济，不影响到抵御海外的冲击，那么上头就给你批。所以借着这股势头呢，各地通过各项手段政策去刺激这种投某资的市场、消费市场大家很容易看到一些跨界的联动，比如说官家的项目当地的品牌请一些明星请一些网红以前明星可能都接国际的活动多那明后年大家比较容易看到各类的这种民族品牌，甚至是当地的品牌、旅游文化投某资这些项目的活动以及互动跟这种明星或者名人有关联。
好，这个是利好的方面。那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外需方面。外需呢，明后年官家肯定不是说不重视，只是说这个时候重视的同时雷点会比较多，就不可测的。像这种新能源啊、半导体啊、智某类的科技、智某类的应用、电子的软体、电子的媒体、新闻短剧啊、游戏啊等等，依然会是上头比较重视的行业。这个就是对应到出口。那这些行业呢，一方面我们自己会比较容易去出台好的一些政策去支持，但同时也是容易卷入到外贸的冲击当中的。大家都知道，现在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出口是非常影响我们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那未来呢，土星白羊的3年的这个趋势只会加重，不会变缓。刀光炮影当中呢，很容易导致尤其上述的行业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变动和不稳啊。所以呢，如果你想投上述的这些领域的话，那每天你要多看看新闻联播，因为这些领域的一个经济的行业发展呢，明后年比较容易跟政治军事挂钩。整体明年呢，是我们社会以及世界新格局建立的 first year 啊，所以财政、经济、货币的变动会比较大，同时呢，就业的需求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化。那哪一类行业的人才需求会变高呢？一般来说是偏科技、智某能、精工、精神、学知、人文、科学、科研等等方面啊，在这些方面能够给人提供更多的一些诉求帮助，以及能够推动人类的一些发展的啊，这种价值的人才会被需求。10亿事变、10亿事迁，新时代的一个革命呢将被开启，需要大家提前都做好准备，迎接自己的新运。我是艾乐范老师，用心理心学引导更好的生活，拜拜。